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订婚前夕，男友完失踪。我奔赴港城，正好碰见你，这么喜欢我，那明天能不能不订婚呀？男友玩味，也不是不行，跟他谈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有点腻了。我平静地提出分手，转身走进雨夜。他还和怀中的美人调笑着打赌我何时会回头求他复合。殊不知那夜港城太子爷将我抵在车门，亲吻我的锁骨。陈生问我什么时候嫁给他。到达港城拍卖会时，外面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。我在2楼贵宾室找到了宋思恒，此刻他却搂着于浅的腰，沉醉地埋在他的脖颈间。于浅的指尖漫不经心地绕着自己的长发。恒少明天不是要订婚吗？怎么还有空来陪我？男人浅笑着，手在他的腰间游走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这颗帕帕拉恰钻石吗？我拍下来做成戒指送给你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，恒少？你送我戒指，你的小未婚妻不会吃醋吗？于浅戳了戳他的胸口，娇笑着问道。宋思恒的脸上划过一丝扫兴，提他做什么？无趣的要死，哪有钱你有意思？恒少这么喜欢我，那明天能不能不订婚呀？他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回答，也不是不行，跟温曼谈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有点腻了。我的心凉了半截，冷着脸走上前。暧昧的气氛被我打破，宋思恒微微雁足地抬起头，见来人是我，眼中闪过不耐。你怎么来了？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愧疚，手依旧环着于浅的腰。我耐着脾气道，明天就要订婚了，你突然失联，我跟你爸妈找遍整个京市，才知道你跑来了港城。我定定地看着他在别的女人腰间摩挲的手，低声问他，宋思恒，你不愿意跟我订婚吗？他晃着酒杯，不耐烦道，行了，别闹了，温曼，不就是个订婚宴吗？我正在原地，指甲掐进手心。明明6年前，为了和我在一起，他拒绝宋家安排的联姻，硬是受了爷爷10几鞭。那时他信誓旦旦地跪在家人面前，说此生非我不娶。现在说腻了的又是他。我原本紧攥的拳倏然松开，不就是个订婚宴，那就不要了吧。宋思恒一怔，手不由自主地捏紧酒杯。你说什么？我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轻声说道，我说我不订婚了，也不要你了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只听见身后传来酒杯碎裂的声音和女人的惊呼声。我毫不犹豫地走进雨夜里。已经好多年没感受过港城的春雨了，雨水微凉，却不及我此刻的心凉。我18岁考到京市，在大学遇见宋思恒。彼时他还是桀骜不驯的京圈公子哥，他说我和他身边的女孩子都不一样，他独爱我身上柔弱的南方气质。父母离婚后，我的性格就变得格外沉闷，有父母失败的爱情在前，我不敢轻易接受一个人的喜欢。更何况当时人人皆知宋家少爷有联姻对象，但他还是锲而不舍地追求了我2年，还为了我反抗家人。给他伤痕累累地被涂药时，我的手都在颤抖，眼泪也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。他察觉到我的眼泪，转身握住我的手，问我可不可以答应做他女朋友。其实在他追我的2年里，我早就被他的真诚打动。我点了点头，他也不顾背上的伤了，抱着我转了好几圈，最后疼得龇牙咧嘴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，一个男孩愿意为了我反抗全世界，那他一定能陪我到最后。可现在他却能为了别的女人，轻飘飘地取消我们的订婚宴。我失力般站在雨里，像被过往困住脚步，动弹不得，已然分不清脸上的是雨还是泪。
我蹲下身，痛苦地捂着脸，很想在雨中痛哭一场。可下一秒，蓦地感觉头顶不再有雨落下。我茫然抬头，怔怔地看着来人。雨雾模糊男人清俊冷淡的眉眼，他微微轻身，向我伸出手，沉声问我：“温曼，跟我走吗？”就地欲故之。这一刻，我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的手。男人牵着我的手上了车，拿来干毛巾，轻轻地擦着我被雨水淋湿的头发。随后听见头顶传来男人的轻笑：“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就跟我走。”我抬眼对上他清澈的眸，答道：“认得的，知野哥。”我当然认得他，我们的父母是老友，曾经还说笑着给我们定了娃娃亲。只是当年我们都对对方无意，再加上我父母离婚，我跟我妈离开港城，这娃娃亲便也不了了之。没想到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会遇见他。裴之也听到我的称呼后，手上的动作慢了些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以前还在港城的时候，我就总是跟在他身后之野哥地叫，那会儿也真的只是把他当哥哥。他的手指不知何时缓缓靠近我的眼角，食指指尖拂过我湿润的睫毛，我的睫毛条件反射地颤了颤，心跳也错了拍，车内的空气都变得暧昧起来。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水，感受到他从指尖传达的暖意，心里忽然产生一个疯狂的想法。我仰起头，向裴之也轻靠过去，唇附在了他微凉的嘴唇上，发现自己一时鬼迷心窍，想要仓皇地退开。可裴之也只是微微一怔，便伸手扣住我的后脑，不让我逃走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不再是蜻蜓点水，而是带着侵略性的，仿佛蓄谋已久的深吻。一吻将歇，他松开了紧扣我后脑的手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我轻轻喘着气，胸口微微起伏。温曼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他嗓音低沉，如同大提琴一般。刚刚的吻早已吞噬我的神智，我意乱情迷地点头。裴之也眸色渐浓，低头轻咬我的嘴唇，然后向下，在我锁骨落下深深浅浅的吻。与宋思恒相恋多年，向来都是浅尝辄止，从未如此亲密。身体上隐秘的开关被打开，我不由得紧紧攥住他的衣角，轻吟出声。他像是被点燃一般，滚烫的身体紧贴着我，将我抵在车门。情浓之时，他眼皮半垂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温曼，我们的婚约从未作废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失神地望着他，心砰砰跳着。想到自己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恋爱，我咬着下唇，犹豫道：可是我和宋思恒在一起4年，我不介意。话音落下，他的大掌落在我腰后，将我的身子按向他紧实的腰腹，肩带也被他咬下，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。窗外大雨倾盆，车里山雨欲来，港城拍卖会贵宾室。宋思恒右手缠着纱布，鲜血隐隐渗出。于浅依偎在他身侧，小心翼翼道：恒少，别气坏身子了。温小姐应该就是一时赌气，要不你去哄哄她。哄她？宋思恒扯出一丝冷笑，就他也配？反正他在港城无亲无故，迟早都会自己回来。拍卖会的工作人员恭敬地呈上一个丝绒盒，盒子里正是宋思恒刚刚为于浅拍下的帕帕拉恰钻石。于浅看着盒子里硕大的钻石，眼里闪烁着贪婪。恒少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于浅用指尖小心地抚上钻石，盒子里的钻石在灯光下折射着璀璨的光。宋思恒轻轻应了声：
我会命人按你的尺寸打造成戒指。于浅受宠若惊，扑进他怀里。恒少，你真好。宋思恒怀抱美人，思绪却被牵引。温曼，你迟早会回来向我低头。我意识朦胧，不知何时从裴之野的车里到了他的别墅。他将我放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握紧我的腰，在我的声声低吟中，将我仅剩的意识撞得破碎不堪。我庆幸此时窗外大雨如注，漫天喧嚣掩住这一世的旖旎声响。裴之野在床上人如其名，直至凌晨都抱着浑身被汗水浸透的我，不愿停歇。手机却在此刻响起，一遍一遍，不肯停歇。是宋思恒打来的。我捡起手机，在裴之野略带阴郁的目光中挂断，关机。他这才满意地抱着我，在落地窗前贴着我的耳垂，呼吸灼热。再来一次，不知被他折腾了多久，我才得以睡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如同散架一般，裴之野却在一旁托着腮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他的胸前、肩膀都有明显的抓痕，我羞赧地缩进被子。起床后，裴之野家的阿姨为我准备了精致的港城蒸点和海鲜粥，是我记忆中的港城味道，离开港城后再也没吃到过。阿姨的手机在自动播放早间娱乐新闻，京城太子博美人一笑，豪掷100万拍下稀有粉钻。记者听闻宋家大少要为港城女星于浅定制西式钻戒，纷纷追问：于小姐，你和宋少将来会有结婚的打算吗？于浅羞涩一笑：我都听阿恒的。我呼吸停滞了一瞬。我和宋思恒在一起4年，他什么都送过我，唯独没有戒指。原来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打算和我结婚。裴之野拿过阿姨的手机，关掉了新闻，眼中闪过不屑。像这样的钻石，我能送你10倍价格的。据说昨晚宋思恒拍下的粉钻价值300万，10倍，真是毫无人性。他捏了捏我的脸，温声道：乖，好好吃饭。我点头，继续扒拉着碗里的粥。一不小心就吃多了，我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肚子，一脸满足。裴之也笑意温柔，伸手轻轻用指腹抹我的嘴角，眼神缱绻，令我忍不住深陷。正当他的唇棘将贴过来时，一道懵懂的声音打断了我们：哥哥，这个是嫂子吗？我像触电一般弹开，裴之也无奈地看向门口的女孩。这是裴之野家的小妹裴之韵，跟她同父异母。裴之野与她继母关系并不好，小妹却格外亲她。嫂子，我在哥哥钱包里看到过你的照片，你跟照片上一样好看。裴之韵跑过来，亲昵地挽着我的手。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她，她却眼神躲闪，避而不谈。小韵，你嫂子从小学的芭蕾，正好让她来教教你。嫂子2字从她口中说出来，反而让我感到脸颊滚烫。裴之野的别墅里有一间专门的舞蹈房，大约是为裴之韵专门准备的，可见他有多宠爱这个小妹。看着女孩在舞蹈房翩跹的身影，我的思绪飘向从前。我妈是舞蹈家，因此我也从小学舞，每天一练就是深夜。即使后来她净身出户带我回到江南，我也不曾荒废舞蹈，通过艺考考到了京市有名的舞蹈学院。我曾经梦想成为芭蕾舞团的首席，只是和宋思恒在一起后，他的父母不同意未来宋家的儿媳在外抛头露面，轻而易举地将我的舞蹈梦想掐灭。我似乎很久都没有做自己了。裴之韵练完舞，神秘兮兮地带我来到衣帽间，让我柜子最上层的盒子拿出来。
精致的礼盒缠绕着丝带，知韵解开丝带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是一件纯白色的舞裙。哥哥说这是他要送给嫂子的礼物，嫂子，你快穿上看看。我拿出舞裙，繁复的蕾丝，闪耀的钻石，层层叠叠的裙摆。穿上裙子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忍不住对镜独舞。我都快忘了该怎么跳舞，忘了曾经的梦想，但裴之野却记得。想到这，我心里泛起一阵暖流。身后靠上来温暖的胸膛，裴之野的手绕过我的腰，环抱着我。他看着镜中的我，神情认真。温曼，喜欢吗？我点点头。他吻了吻我的耳廓，本来打算在成人礼送你，很早就准备了，可惜你和伯母离开港城了。不过好在一切都还不晚，裙子也刚刚合身。心底泛起丝丝的甜，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谢谢你，之野哥。他抱得愈发的紧了，眼神也渐渐痴迷。温曼，你看看你有多美。灼热的气息打在我颈间，挠得我心痒痒。他坐在沙发上，倏地将我转过身，让我跨坐在他的腿上。纯白的裙摆散落在他腰腹间，似一朵盛开的茉莉。眉眼间染上玉色，呼吸交缠，我和他的身影重叠在一起。情到深处，裴之野把我抵在镜子前，低声蛊惑，看着我。我双眼迷离，只知自己如同颠簸小舟，任海水翻涌。事后我们依偎在一起，裴之野的指尖一圈圈绕着我的长发。温曼，想继续跳舞的话，我会支持你。我更想看到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。裴之野将我介绍进了港城的一支舞团，日日都来看我练舞。闲暇时让我带着知韵学舞，知韵每天一口一个嫂子，甜甜地叫着。宋思恒依旧坚持不懈地打电话给我，我实在受不了就拉黑了。后面又有无数个来自京市的陌生号码，也被我一一拉黑。在港城待了1月有余，宋思恒终于坐不住了。我接到来自疗养院的电话，温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母亲的住院资格可能要被取消了。我妈当年带我回江南，接受不了生活的落差，早早的就患上老年痴呆。是宋思恒把她送进了最好的疗养院，每个月支付高昂的住院费。如今我已决意要跟他断开，还当面损了他的面子，想必这就是他对我施压的手段。宋思恒的妈妈也给我打来电话，思恒他最近跟那个戏子走得太近，妈妈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宋家不需要一个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儿媳，阿姨心里最中意的儿媳还是你呀。真是搞笑，4年前他得知宋思恒一直在追我，恨不得将我赶出京城。如今他和女星纠缠不清，又挂念起我的好来了。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回京，裴之野却执意要跟我回去。我跟他去做什么？他答：一起去拿你的户口本。我红着脸拉着他的手，好。回到京市，我们先去了疗养院。一进门，却见宋思恒坐在我妈床前，放下先前的桀骜，乖顺地为我妈削着苹果。我妈则面带慈祥的笑，夸道：小宋就是贴心啊，以后我们家慢慢嫁给你，能享福嘞。放心伯母，我肯定会对曼曼好的。她说。我惊异于宋思恒的脸皮竟如此之厚，一面和女星暧昧不清，一面又装作对我如此深情。我走上前，拿走了他手里的苹果。宋思恒见我来了，惊喜地看着我：曼曼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宋思恒用这种手段逼我回来，有意思吗？我冷着脸问他。我妈疑惑地问道：曼曼，小宋，你们是吵架了吗？我不由分说拽起宋思恒，
把他往门外推。宋思恒，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分手。他神情受伤，向我求和。曼曼，这1个月，我想你想疯了。我和于浅在一块，只是图一时之快。我真正想娶的人只有你。我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。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？他被我的巴掌打得怔愣了一瞬，很快又抓住我的手。曼曼，你要是心里有气就打我吧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挣开他的手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宋思恒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语气平静地对他说，我会把我妈接走，这些年我也有些积蓄，会把医疗费都还给你。温曼，为什么？明明之前你都会原谅我的，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？他坚持不懈地追问着。我冷笑，你也知道你不止一次这样，人的耐心总会耗尽的。在于浅之前，宋思恒就不止一次跟不同的女人暧昧，每次都用花言巧语取得我的原谅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先前我愿意原谅他，是我爱他，而我现在也腻了，对他的爱也早在一次次消磨中燃尽了。看着这张我曾经深深爱过的脸，我的心里再也起不来一丝波澜。宋思恒，我不爱你了。他显然不信，扣住我的手腕，语气冷硬。温曼，我不许你走。一道身影隔在我和他之间，裴之也将我护在身后，眸色暗沉地盯着宋思恒。宋思恒微微蹙眉，你是谁？凭什么掺和我和我未婚妻的事？裴之也危险地眯起眼，清冷开口，哦，我老婆什么时候成了你未婚妻了？宋思恒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温曼，你竟这么快就跟了别人？裴之也没再理会他，而是转身低头对我说道，伯母的转院手续已经办好，我们今天就接她回港城。我心口一暖，好。宋思恒趴在酒吧吧台，桌上是10几个空瓶。为什么温曼会这么快就变心？他拿起酒瓶一饮而尽。他的朋友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你也不想想你之前都做了什么，说不定他现在是学你故意找个男人来气你。他醉醺醺地问道，那我还有机会吗？温曼那么爱你，你再想办法轰轰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宋思恒放下酒瓶，也是，温曼跟了他4年，之前他态度再差，他都能被哄好，这次也一定能行。他摇摇晃晃地起身，一个柔软的身体撞进他的怀里。怀里的女人眨着湿润的眸，阿恒，从港城回来之后，你就一直都没联系我了，都不想人家的吗？女人柔软的身躯蹭着他，他的心被勾得难耐。大恒抱起于浅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专属套房。女人勾着他的脖子，发出销魂的低吟。意乱情迷间，他好像看见了温曼。他愈加发狠地吻着身下的女人，声声喘息融进了夜色里。港城大明星于浅被甩了，当街被宋家大少丢下车。听闻此则笑谈时，我正和知韵在港城一家米其林餐厅吃饭。这个于浅之前就对我哥穷追不舍，还好我哥不为所动。知韵俏皮地眨眨眼，谁叫我哥暗恋你这么多年？从知韵口中，我才得知，原来裴之也偷偷喜欢了我那么多年。或许从我们父母谈笑着说给我们定下娃娃亲戚，那份爱意就在他心里萌芽。只是他太过沉闷，从不会将心事写在脸上，因此我也从未留意，才让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年。餐厅里的人突然被清场，只剩下我这一桌。悠扬的小提琴音响起，宋思恒身穿黑色西装，手捧鲜花，一步步走向我。
我感到莫名其妙，这又是在闹哪一出？温曼，他温柔地喊着我名字，完全不似那个桀骜的宋家少爷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明白之前都是我的错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满脸诚挚地看着我，慢慢地单膝跪地。他打开手里的丝绒盒，里面是一枚精心雕琢的粉钻戒指。帕帕拉恰钻石是世上罕见的莲花色钻石，如今一看，在灯光下，钻石折射着绮丽的光芒，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。温曼，我追了你2年，和你在一起4年，我相信我们是深爱过的。我没有忘记4年前我在父母面前立下非你不娶的誓言，所以我现在来了。他目光灼灼，慢慢嫁给我。知韵看不下去，一把将他手里的盒子拍飞，一颗价值300万的钻戒就那样滚到了地上。音乐戛然而止，小提琴手识趣地退下。你看看你这衰样，有什么资格娶我嫂子？知韵气鼓鼓地瞪着他，我嫂子怎么会看上你这种渣男？6年青春真是喂了狗。我拍了拍知韵，转头看向脸色有些难看的宋思恒。宋思恒，你也知道我们是曾经深爱，从你说出不订婚的那一刻，我就对你死心了。我捡起地上的戒指，装回盒子里，盖好，放回他的手里。戴上你的2手或滚出这里。我不会要别的女人戴过的戒指，也不会要别的女人碰过的男人。说完，我喊来保安，毫不留情地把宋思恒赶出餐厅。毕竟他家在京圈也势力一般，整个港城可是裴之也说了算。临出门前，他还红着眼对我说：“温曼，裴之也他家庭那么复杂，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他是真心对你好吗？他是怎样我或许不知道，但宋思恒有多渣，我可是清清楚楚。”我不再理会，带着知韵回了裴家。裴之也想必是听知韵吐槽了今天发生的事，回来时还带了刚从拍卖会拍得的珠宝，鸽血红的项链。想起他之前说的话，确实是那枚戒指的10倍。他将项链挂在我的脖颈，宝石嫣红，衬得我皮肤越发的白。他轻轻挑起我的下巴，眼神有些幽怨：“温曼，我等不及了。”我不明所以。我们明天就去结婚。他抱起我，强势的吻落下。我不想你再被别的男人觊觎。我戳了戳他结实的胸膛，不满道：“可是你都还没向我求婚哎。”我们的芭蕾舞团在全国开始巡回演出，第一站就是港城。上台前，我努力深呼吸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登上过这样大的舞台了，上一次登台表演是什么时候，我也不记得了。随着主持人报幕，我跟着其他舞者一同走上舞台。台下灯光稍暗，但我还是在第1排看到了我心心念念的那个男人。裴之也坐在最中间，向我投来安心的目光。知韵和裴家父母也坐在一旁，知韵则欢快地向我招手。音乐响起，我放空大脑，随着旋律起舞。每一次踮脚，每一个转身，我似乎都在褪去从前笼罩在我身上的阴云。我在光芒下自信地舞蹈，我终于做回了我自己。一舞落幕，灯光打在我的身上，我看见港城最金贵的太子爷一步步缓缓向我屈膝跪在我面前。温曼，鲜花、钻石你都已经有了，那你愿不愿意让我陪在你的身旁？台下台上都欢呼起来，大声地喊着答应他，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下。我伸出手，用力地点头，我愿意。裴之也将我搂入怀中，低下头深情地吻着我。
而此时不远处的观众席里，宋思恒怅然若失地望向这边，心碎了一地。求完婚后，裴之野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了民政局。拍照时，摄影师让他笑一个，别总板着个脸。他满脸的不自在，最后还是配合地笑了。只是裴之韵抢走刚刚盖上钢戳的结婚证，忍俊不禁：“爸妈，你们快看，哥哥笑得好傻呀！”裴府看着我们的结婚证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裴之野这些年一直都未有女朋友，他和妻子早就急得不得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，道：“小曼，还好让我们家之野等到了你，以后我们裴家也会好好待你。”“谢谢。”我低下头，“谢谢爸。”哎，裴府听到这个称呼乐开了花。倒是裴之野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咬牙道：“那我呢？称呼是不是该改了？”“老公。”我小声道。殊不知这一声老公让他心都化了。裴家火速开始定婚期，筹备婚礼真没我想象中的简单，每天都要到处跑，定场地、订婚纱、订伴手礼，都需要亲自去看。我的主纱是裴之野特意请法国著名设计师亲手设计的，婚纱已经制好，从巴黎运来港城。裴之野带我去试婚纱，婚纱店的工作人员似乎是感冒了，戴着口罩，只是我看着有些眼熟。待我换上婚纱，我感觉身后有一道目光紧盯着我，转头却见那个工作人员目光阴沉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嫉妒。他摘下口罩，露出了脸上可怖的疤痕。我吓得微微后退。是许久不见的于浅。自从被分手之后，他就消失在了大众视野。娱乐圈更新迭代很快，人们早就忘记了曾经光鲜一时的大明星于浅。他的手背在身后，我隐隐看见反光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！凭什么你这么好命？宋少爱你，裴少也爱你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攀上宋少，都被你这个贱人毁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怎么会被宋少当成玩物，出气筒？你知道吗？每次你拒绝宋少，他都会狠狠地惩罚我，折磨我，把我变成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努力保持冷静，慢慢后退，与他保持距离。于浅，把你变成这样的不是我，就是你这个贱人。他拔高声音，情绪逐渐失控。宋少就是挂念你这张脸，所以每次和我在床上都会对着我的脸喊着你的名字。他开始笑得癫狂，亮出了手中的刀子，用力地刺向我。只要我把你毁了，你也就没人要了。刀光落下那瞬间，我紧闭双眼。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但我听见了皮肉刺破的声音。我睁开眼，是裴之野及时赶来，徒手接下了那一刀。刀刃划破他的手心，血顺着皮肤滑落，在我的裙摆上晕开，而他却连眉头都没皱。裴之野一脚踹开于浅，他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。他转过头，担忧地问道：“曼曼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，眼泪簌簌落下。我心疼地捂着他受伤的手。裴之野，你疼不疼？于浅被带走，最终因故意伤人罪入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赔偿我这件天价婚纱，赔偿金和牢狱之灾够他搓磨下半辈子了。婚礼那天，我妈也出席了。她此刻神志清明，郑重地将我的手交到了裴之野手里。她说：“小裴，曼曼跟着我委屈了很多年，今后你一定好好对她。”妈，放心。她看向我，眼里满是深情。我会好好爱温曼，至死不渝。宋思恒竟也来到我的婚礼，是裴之野亲手写了请帖寄给他。
听说宋家最近陷入危机，难怪宋思恒看着有些憔悴，显然是忙于处理家里的事。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来港城参加我的婚礼。敬酒时，他举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眶微红，几乎是有些哽咽着对我说：“温曼，祝你幸福，今天的你很好看。”然后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我只是轻轻碰了碰他的酒杯，没再和他说话。直到我走时，他还站在那，看向我的目光里是依依不舍。他会后悔吗？或许会吧。这一杯就当是告别我那4年为了狗的青春。裴之也第一次见温曼时，他才5岁，每次喊他名字都喊不清楚。尽管如此，他也要黏着他，跟在他身后甜甜地喊之也哥。这一跟就是10年。15岁的温曼眉眼温柔，每次跳舞时周身仿佛都散发着柔和的光。他大大小小的演出他都场场不落，他喜欢看他在光芒下舞蹈的样子，自信而美丽。他特意找国外的设计师，想给他做一身独一无二的舞裙，还拉下脸去请求继母帮他旁敲侧击他的尺寸。他后来能和继母关系缓和，温曼在其中有很大的功劳。他想等他18岁生日，当作成人礼的礼物送给他。只可惜，就在温曼16岁那年，他的家庭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支离破碎。伤透了心的温母带着温曼净身出户，回到老家。他失去了他的消息，那身舞裙也只能和他的心意一同尘封在柜子里。他没想到会在8年之后在港城再遇到温曼。拍卖会的重磅拍品是一颗西式粉钻，他想他应该会喜欢。在贵宾室里，他亲眼看见自己真爱的女孩被另一个男人当众羞辱，但他的女孩很坚强，清醒地提出分手。他失态地追出门外，看见温曼无力地蹲在雨中。那一瞬间，他想为他挡下全世界的雨，于是向他伸出手，问他愿不愿意跟他走。很多年后，宋思恒又一次来到了港城。宋家经历了几次危机，也算是稳定了下来。港城的春天依旧多雨。他站在雨里，突然回想起和温曼分手那天，外面似乎也下着雨。他当时也因为担心追了出去，却看见温曼跟着另一个男人上了车，所以从那时候他就彻底失去了他。宋思恒淋着雨来到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地址，是温曼和她丈夫现在的家。花园被收拾得井井有条，里面种满了枝子。他依稀记得，温曼曾经也和他一起幻想过未来。他说以后想在院子里种满栀子花，那样到夏天满园之香，好不惬意。他当时似是应下了，但心里却在想着前夜闯进他们酒局身材火辣的美女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来他早就在感情里分了心。宋思恒透过窗看见温曼和裴之也在厨房忙活着什么，仔细一看是在做蛋糕。哦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在一起之后，他似乎都没有好好的给他过生日。温曼抬头，似是注意到了他，他眼神躲闪，刚要仓皇的离开，却听见背后传来温曼温柔的声音：“宋思恒。”他转过头，看见温曼撑着伞，手里还拿着一把伞向他走来。雨这么大，拿把伞再走吧。他把伞递到他手里。宋思恒注意到他跑过来的时候步履小心，这才看到他微微隆起的小腹。他苦涩一笑，接过雨伞，谢谢，还有恭喜。温曼羞涩地笑笑，手摸着小腹，冲他点点头，眼睛亮亮的，然后转身回到了屋里。他静默伫立，他似乎看到了
初遇温曼时的样子，是那样的鲜活而耀眼。只是他再也不属于他了。故事完。